简安，徐然呢？刚好谢寒跟我玩了一个游戏。游戏？他在2个人身上分别装了炸弹，我只能重视其中一个。他们2个人只有1个人可以活命，我选择了李阳。景阳，不要害怕，你也看到了，李轩然并不在这里。难道徐然的？谢寒应该是趁我们合围成功之前，带李轩然离开了这里。我早一点发现那个手指的含义就好了。他这么努力的在传递消息，只要早一点，就一天。景阳，我并不了解李轩然，但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不喜欢你说这句话的。谢寒正在逃亡，带着一个活人，对他的行动肯定会很不方便，但他依然把他带走了，这就说明他一定另有所图。放心吧，他不会杀李轩然的，我们还有机会救他。没事的。虽然警方封锁了机场、海关、港口，可是香港毕竟是个大都市，这么密集的人口，每天出出进进的人那么多，他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逃走的，是吧？对，很多办法，不管他如何狡猾，他都只是一个罪犯而已。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只抓穷凶极恶的罪犯，只有我才能抓到他。希望徐然可以坚持到那天。他是我见过最坚不可摧的人，从小到大都是他在保护我们。妈妈说，徐然是一个天生的警察。就这一次，你总不能让我白来一趟吧？记得你说的，冬天回来一起玩。我应该向你道歉。为什么？面对那个选择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做了行为分析上的推论，但其实心里面并没有把握。我并不敢肯定，李轩然确实不在那个房间里。
们都是凡人，让谁生，让谁死，根本是一个没有答案、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从心理上都觉得是错的。可是正因为这样，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是对的。因为我懂你的心。简瑶呢？睡了。我知道她以前经历过很多，但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也过于艰难了。我不得不说，她应对得非常好。简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已经大大超出了你的想象吧？有时候呢，就像是一团软软的，可以捏在手心里的可爱小东西。有时候又异乎寻常的坚韧，连我都可以放心在她身上靠一靠了。人和人的命运通常都是交缠在一块儿的，有时候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就非常的神奇。拿你来说吧，你的妈妈是同市人，所以小的时候你和她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哪怕时间很短，但是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是绕在这一起的一个线头的一个开始。喂，我在讲话。你说的没错啊，过去和现在是延续的，也许目前僵局的突破口依然在托米身上。托米侦破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同伴，可我们现在知道，他虽然没有同伴，却一直有个导师。在这个前提下，很多资料都可以重新分析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去回顾托米所犯案件的细节，看看有没有涉及到香港的部分？托米和谢涵不一样，他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如果在他的过去里发现任何有关香港的痕迹，那么他当时所用的资源就有可能是谢涵提供的。嚟攞貨啊？未見過你嘅，老張鋪頭換咗人咩？老板生意好，一个小工忙不过来，特意又招了我。哎，收手，老張做嘢。菜蔬菜吗？你識佢嘅咩？他还喜欢躲在船舱里数他的钻石吗？老朋友了，好久不见，去打个招呼。
谢涵在香港的行动缜密有效，并非是控制了厉一阳就可以做到的。他在这里的根基一定很深厚，绝非是临时短期经营的。这倒是，用本地话来说，警方这样铺天盖地的搜查，他还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确实不像一条过江路。追查谢涵已经进了死胡同，现在只能盼望托米在过去的行动里曾经动用过香港的资源。打给苏子，得请他重新翻一下托米过去的资料了。喂，你确实知道托米的卷宗有这么大一箱子吧？苏总会杀了你的。他的手肯定伸不过太平洋的。打给他，现在美国的时间正好是黄金工作时间。为什么简瑶可以睡觉，我就必须要工作？重色忘友。怎么了，老蔡？当年我打开那个人的胸腔，抽掉他的肋骨，把钻石从他的胃里捧出来，拿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的脸色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又想要什么？我和一件货物需要离开香港，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咖啡、奶、糖。只有速溶的。都行。你们这夜查什么呢？托米。难得看到你这个样子。如果谢涵代理需要离开香港，我们的追查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每分每秒都很重要。劉 Sir， 呢個係你要快樂，謝謝。魏教授，凯文，在山上找到令一阳的手机，谢涵用它只打过1个电话，是打给尹子琪的。抱歉，没有李旭然的消息。再联络。大家都听我说，我们已经救出了3名受害者，这非常好。但嫌犯和另外1名受害者依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现在绝对不是放松的时候。所有的关口、机场、任何道路节点、任何离境通道都必须在我们的监控之内，包括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绝对不能有遗漏。诸位，我不在乎得罪什么大人物，谁对检查有意见，
马上带来信物，明白了吗？怎么样啊？再多2小时，就可以把 FBI 发来的透明资料全部都过一遍。还有一部分没有被电子化的文件，美国那边有人在看。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透明和香港有任何的联系。可能是服务员来收餐具了。董事长，你消息好。他们俩现在都很忙。景瑶并不是打发你，我们真的很忙。我的效率没他高，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首先，非常谢谢你们救回了易阳。令氏的股票因为这件事情受了点打击，不过情况还好。现在尹氏又加持了令氏11%股份。恭喜啊！恭喜。简瑶，你大概不知道你自己在恭喜什么吧？我姐姐的意思是，尹氏是厉氏现在最大的股东，控制权啊也比以前更大了，她可以和厉一阳结束婚约了。哦，我下楼给你们买几杯咖啡吧。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是吗？你们公司又发生凶杀案了？当然不是，我只是很好奇，你跟简瑶谈恋爱了？有什么好好奇的？我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男人。先声明啊，我没有干涉你的意思，只是你没有恋爱经验。有些事情我一定要问一下，你确定她是你想要的女孩吗？为什么这么问？客观来讲，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当然简瑶也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只是我有些疑虑。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和女孩相处过，她是你的第一个女助理，朝夕相处，孤男寡女，难免会有一些冲动。可是你确定那是爱情吗？而不是恰好她在你身边？如果换做别的女孩子，你也会有相同的感觉吗？你真是彻底的向我印证了一件事情，并不是恋爱的次数越多，就越擅长爱情。天分很重要。像你这么丰富的恋爱经验，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什么意思啊？你刚才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悖论。你仔细想一想，天底下这么多女人，为什么之前我一直用男助理，直到简瑶的出现，我才改变我多年的习惯，用了女助理。明白了。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还是要说，真心的为你高兴，祝福你们。谢谢。姐姐呢？走了。你跟她说了什么？没什么。他真心祝福了我，
就这意思。怎么？天快黑了，打给苏森，我们去见天母的老婆奥米。Have a seat. Hi, beautiful. Believe me, this is not where I want to be on a Sunday morning. You'd be smart to just answer my questions, no tricks. Or I swear I'll make your life in here even more miserable than it is. Got it? Is that the way old lovers talk to each other now? You forgot the magic word. 2009. You were working on a freight dock at the port of Seattle, where you killed 3 people. And they were very delicious. Meanwhile, one of your colleagues accidentally fell into the ocean and died. His body is transferred to his hometown, Hong Kong. Chinese always like to be buried in their homeland, don't they? But it wasn't really an accident, was it? He was your 4th victim. The only reason the body remained intact was because the person who hired you needed the body for his own purposes. Police never realized you were involved in that case. Imagination. It isn't the police's best suit. 2010. At the same port. Police solved a case of stolen jewelry smuggled into animal carcasses. But at that time, you were not living in Seattle, s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2 cases remained undiscovered. Although the body of your 4th victim was also used to transfer stolen jewelry. The police didn't really do their job now. Tommy, I want you to tell me who is behind all this. I have a life sentence without parole. Why should I tell you? Just 'cause you're pretty? Tommy, you're a legend. This case is your highest achievement. Yet, there's still a major part of your masterpiece that's missing. Don't tell me you don't want it to be acknowledged. Everyone should know that I can make them scream and holler at night. I don't know his name, but he's kind of somebody in Hong Kong. In here, he has a giant tattoo. A black lotus from hell. We were so happy together. He shouldn't forget who I am. I must remind him of my existence.
间。都安排好了，明天凌晨2点，4号码头。剩下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根据美国的线索，我们在全港涉黑人员资料库里找到了3个有黑色莲花纹身的人，其中势力范围和人脉最符合的，就是他，人称蔡叔，做血钻生意，兼顾珠宝和书画的销赃。针对他的调查有好几起，但是都没能将他入罪。各位手里面是蔡叔的详细资料。这样的人，警方应该会想方设法的在他身边安插卧底吧。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请大家来的目的。根据卧底的线索，蔡叔最近并没有大宗的黑货罢了，但他却在东港4号码头安排了一次只有心腹才知道的出港行动。看梁水的样子，这次是志在必得啊。像蔡叔这样的人是香港的毒瘤，如果在别的罪名上咬不死他，能把他与连环杀人、绑架、越境同谋案的罪名钉在一起，我也非常高兴。安排微博是你的专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想重点提醒你一下，现在谢汉手里，他有一名重要的人质。明白。目视目标，水警部队，水警部队，封锁海面，拦截所有可疑船只，完毕。發現受害者，急需交割員，急需交割員 ，over。不是在做梦吧？你快吓我一下！去你的！赶紧起来吃饭，等会儿还要录笔录呢。谢谢。大可不必，是你命大。他是好人有好命，你也不用那么谦虚，全靠你的力挽狂澜了。坐吧。他为什么没有杀你？我记得你在办杀人机器案时曾说过，像这种有组织能力的杀手，就是通过折磨对手而获得快乐。所以我就试试跟他对着干，不让他从我身上获得一丁点的快乐。办法是有效，只不过笨了点。怎么样？现在有他的消息吗？根据老蔡交代，
那艘爆炸的游艇确实是他为谢涵准备的。游艇沉没了，警方找不到嫌犯的 DNA， 所以就无法确认谢涵是否死亡。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谢涵的事儿交给金妍就可以了。做噩梦了？要我抱一下吗？我刚才梦见，吓成这样，一定是很愚蠢的噩梦。你还想着他干什么？把他给忘了。你别担心，我在这呢。啊？你做过噩梦吗？我是说，在头里那样折磨你之后，所谓的噩梦，其实就是在想象中回忆和扩大曾经的恐惧，属于非常不合逻辑的脑皮质活动。但不行的，只要身为人类，大脑就会有这样的弱点，基本上属于完全不能自我控制。你就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吗？是啊，我做过噩梦。那你现在好些了吗？我是犯罪心理学家，你不需要担心我。是，噩梦再可怕，也只是梦而已。对不起，一大早就把你吵醒了。也不会，倒也不完全令人感觉不愉快。好烟，你走开。谢谢你啊，李先生，每天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陪我们做笔录。别客气，我也是警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秦医生，今天感觉怎么样？还好。
止疼药的剂量，可以吗？没事，没那么疼。这个手术，香港做不了吗？能做，但由于他被注射大量的神经性药物，而且手术切除部位呢又临近脊椎神经密集区，风险很大。这位 Burns 医生呢是这方面的专家，由他指导，成功率会很高。我已经联系过他，他答应接受病人，只是因为工作比较忙，李先生呢必须转到美国进行治疗。难怪秦医生这么推荐去美国治疗，这个 Boss 教授确实是最好的。但是香港的手术环境也非常的棒。李勋仁看起来又是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脾气，你觉得他会去美国吗？虽然受了这么多罪，治疗方案当然要选最好的。他肯不肯，我说了算。好姑娘，就冲你这当家做主的架势，我马上给你安排。薄庆言呢？我已经联系了一下纽约口碑最好的戒毒康复机构，床位跟疗程已经安排好了。一样，你能戒掉的，你必须戒掉。医生说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静言有些问题要问你，你好好回答，好吗？谢涵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你接触的？谢涵，他是没去年。厉以阳呢，毕竟是和谢涵有直接接触的一个人，在他身上可能会问到一些很有用的细节。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总之你已经知道差不多了。没有，薄庆言嘴巴很紧的，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对啊，可我却是个大嘴巴，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告诉了尹自琪。那是他姐姐，又不是外人。再说了，当时你们是在交往吧？对于我来说是，可对于尹自琪来说呢，我只是一块他接近禁言的跳板，没当真的。知道的事情我都跟你们说了，我真的不知道梅俊年有其他身份，我甚至不知道他是美琪。我们之前来往的，主要是在香港。他在美国没有联系过你吗？没有。
阳会不会有麻烦？他是受害者，没什么大事，只是有几笔不清楚的账目，一家的律师团就能够处理的。景言，他绝对不是有意要害你的。可你当年接近子玉，却是有意的。当年爸爸反对你学犯罪心理，你3年不回家。我只是想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弟弟，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就是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吗？每个人都会有的呀。只不过是最后伤害到了禁言，这是我最过意不去的。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起子玉，他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子玉早就已经不在意了。如果不是因为太多事情是由他告诉你，再传到谢涵那里，最后再用来利用对付我，子玉不至于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你生气是因为连累到了禁言，禁言生气是因为牵连到了你。这个局还真不好解，我都替你小姐头疼。放心吧，他明白的。明白什么？我们顶多就是摆摆脸色、发发脾气吧。她毕竟是他的姐姐，她是家人。我知道易阳有很多坏毛病，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他吸毒。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意外。有毒瘾的人，症状都很明显，你难道从来都没有发现？也许你应该多花些心思在你的未婚夫身上。太远了，多麻烦呀！麻烦什么呀？签证啊、入院手续什么的，今年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也会陪你去的。瑶瑶，嗯，我记得你刚开始为博教授工作的时候，连上街买个小东西，你都不愿意他帮你付钱。可是现在，你已经理所当然的让他去解决一切问题了。那能一样吗？这是他负责的案子，你又是重要的证人，这些问题让他解决，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也对，你能信任和依赖他，这是好事。那去美国的事就说定了啊！我现在就去跟傅子玉做最后的确认，你不准反悔。看我心情。你敢？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你说李轩，我说过，他的办法是蠢了点，不过有用。他对男人的情感是征服和掠夺，李轩顽强反抗，虽然会遭到更强烈的虐待，不过因为没有被征服，所以他保住了性命。只要不被他征服，但他对女人就不一样了，他憎恨女人，任何的反抗都会激起他更强烈的杀戮，让他甚至都不会耐心地享受折磨的过程。他
看起来越优雅，他内心的欲望就越来越强烈，所以他看起来温柔而雅。一旦只要激怒了他，他随时会毁掉任何一个女人。简瑶，不要害怕，我说过，我24小时都不会离开你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如此的光芒四射。你们两个能不能，干嘛？我也会不接电话的，好不好？听起来像有什么典故？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绰号，什么绰号？连推销电话都会认真接听的男人。喂，怎么了？你先别急，你慢慢说。Dear Simon， 正在为你准备礼物，希望你喜欢。你完全不知道这些花是怎么送过来的。我睡了一觉，志熙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我感觉不对，就马上给你们打了电话。他没有死在那个游艇上吗？这并不意外，也没指望他这次真的这么容易死吧。客观的来说，这种行为除了是挑衅一下警方以外，没有别的意义。如果谢涵还在香港，他应该没有必要采用这种风险性高、威胁性却很低的行动。所以我想，魏教授，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提前脱身了，而这个就是他离开的宣告？不对吧？这怎么能说威胁性很低呢？谢涵能悄悄地送一束花进来，他就能悄悄地把易阳给杀了。这不是明摆着吗？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什么？李小姐，你先别急。厉先生没有受到伤害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谢涵根本就没有打算杀他；第二种可能性，谢涵现在的能力只能够安排送花，做不到杀人。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你都不需要再担心了。你是这个意思？当然。他今天没有杀人，不代表他没有能力在这里杀人，说不定他想今天送花，明天杀人呢。谢涵是个变态，不错，但他也不至于这么无聊吧？这束花我敢肯定，不是谢涵亲手送来的，也不会留下任何追踪的痕迹。但是还是要叫鉴定小组的同事们来查查看。厉先生，厉小姐，笔录还是要做的。等下我会叫位警官过来，希望2位能配合。知道了。他说的礼物会是什么呀？这是心理公式。一句无从推测的话，它的目的不外乎是让我感到恐惧以及紧张的状态。我们不能跟随他的节奏，继续去美国。我想这份礼物应该是在美国。
梁凯文打电话过来了啊，他说那个花瓶还有卡片都是干净的，上面只有你姐姐和黎一阳的指纹，连送花的人都没有吗？对啊，不仅如此啊，我还看了那个医院的监控，医院的监控上没有任何那个花瓶进入黎一阳房间的任何痕迹。我们俩一开始都只是觉得是谢涵随便买了一束花就找人送过去，但是我没想到他可以做到这么干净。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是想顺便把黎一阳杀掉的话，是完全可以得手的。杀不杀人，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在想的是另一件事情。什么？同一家医院，如果谢涵想表明他自己完全有能力再次接近受害者，那么按照他的选择模式，肯定是李勋然，而不是黎一阳。可是李勋然的房间门口有警方的保护，应该没那么容易下手。你说的也没错啊。不过厉家呢，也是雇有保镖的，要进去也没那么容易。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头疼死了。这世界你不懂啊。一时不懂也就罢了，要是一直不懂的话，我就输了。魏教授，简小姐呢？医疗转运小组在机场要走特殊通道，简小姐已经和病人先出发了。好，魏教授，感谢你的帮助，要不是你，还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受害者。4号码头被炸死的那个人，查实身份了吗？我希望他就是谢涵，可惜啊，身份根本无法确认。谢涵在这里的资源，绝不止蔡叔一个，他能脱身，也并不意外。案件还在整理之中，完成之后我会发一个附件给你。哎，凯文，你再帮我一个忙好吗？你说，帮我运一个好朋友到美国。朋友，运 ？My friend, Andy。好的 ，Thank you。虽然英文很好，但毕竟是第一次来美国，你多陪着，多替他安排。你不陪啊？我陪不成。什么意思？看来我们飞在空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This was obviously a well-planned prison break. First, they hacked the security system, then cut the signal to the monitors. Tommy
takes advantage of that moment to escape from his cell. Then he uses the uniform of a security guard and his ID to break into the laundry room, where he kills 3 prisoners and a security guard before escaping through the drain pipes. And nobody notices before the next shift, which happens half hour later. 不是说他逃不出来的吗？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可能他掌握了什么漏洞吧。可是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Tommy仍然需要2样东西：被传递进来的凶器，以及离开禁区的通行密码。监狱内部一定有帮他的人。Yeah. Bay Area Prison is a highly guarded prison, which enabled us to track down the mole within 2 hours. K惜 可惜无法挽救了。Tommy 已经逃了。Both the hacker and the mole received $1 million on their overseas bank account. And on the way, we had to kill 3 mercenaries and arrest 5 others, all hired to help Tommy escape. 无论是谁策划了 Tommy 的越狱，他必然下了不计任何代价的决心。Strange. 那么他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救 Tommy 出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Does he just want to say hi? Or is he showing off? 不，你我都应该知道，他绝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人。而且，作为当初主导调查并且抓住 Tommy 的人，他已经被接往 FBI 纽约办事处了。不过你不用担心 ，FBI 已经委托了纽约警方负责整个楼层的安全，这里不会有问题的。I remember you once told me Shihan was Tommy's crime mentor. 是。 Could it be that he's going through all this because this relationship is a meaningful one to him? 对于谢涵而言 ，Tommy 根本就不是学生，更不是同伴，他只是他随意摆弄的一颗棋子罢了。从犯罪的心理层面来说，失手被捕的 Tommy 完全是个失败者，已经不能给予他任何的满足了。 Maybe Tommy has something on Shihan he's not willing to give up. What are you thinking? 没什么，我们先把谢涵策划越狱的真实目的放在一边。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采取了正面对抗执法部门，甚至联邦政府的行动了。一项非常庞大的犯罪计划即将开启，而这样的计划他不可能遥控操纵，所以谢涵一定会回到美国国土的。 Okay. I'll inform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airports, ports, customs, until we find that bastard. 你的能量我可是领教过了，我相信每一个进入美国国土的人，无论是从天上降落的、海里游过来的，或是从墨西哥挖洞过来的，你一个都不会遗漏。 This is gonna be long and nasty. Go and get some rest. I'll let you know if we have anything. Simon? Is there anything you need to tell me? Get some rest. Okay, that's it. Okay. Thank you, Dr. Barnes. Yeah, Thank no you. problem. 巴尔斯医生说了，李勋然的伤势比想象中要好的太多，手术之后很快就可以痊愈了。那太好了。
要是挂念的话，就给他打个电话吧。透明套约还不到24个小时，现在正是追捕的重要时刻，我不能让他分心，不能打扰他。 Please don't worry. We have the best drug rehabilitation team, and we only accept 10 patients at a time. Our treatment is the best, and the treatment we've arranged for Mr. Ling is called the Gold Diamond Treatment. I'm sure you'll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么多家疗养机构你都不满意，这家是你自己选的，总没什么好挑的吧？我希望你下定决心，彻底把毒瘾戒掉。如果戒不掉的，你是不是就有原因无解除婚约呢？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喂，心妍，医院情况怎么样？医生说，熏然的情况根本没有预估的那么差，手术以后的情况也很好，过不了几天，他就可以下床做一些轻微的活动了。你怎么样？目前还没有追踪到 Tommy 的下落啊。我不是问你案情，我是问你，你怎么样？简瑶。 FBI 会在医院里为你安排休息的房间。答应我，不要离开他们的保护范围，好吗？嗯，我知道。我挂了，晚安。简小姐，病人惊醒了。